啊，你洗好了？我刚好也收拾完。出任务还是轻车简从比较好。明天我就要出发了，估计最快也得1个月。因为这次任务比较特殊，而且出任务期间，我不方便和你经常联系。如果不太顺利的话，恐怕会耗时更久。不过你放心，应该不超过1个半月。那倒不会，但我大概没办法回复。怎么不说话？看你的表情，是不是想去半春市集逛逛？这么说来，确实是好久之前了。好啊，等我回来，我们就一起去。毕竟这种团聚的日子，我也不想错过。那就都交给你了。家里的洗发露换了吗？闻起来和之前不太一样。是很淡，靠得近才能闻出来，还挺好闻的，很适合你。好了，我帮你吹干吧。是今天的第1个客人啊，欢迎光临，请随意坐吧。好的。客人，怎么一直盯着我？有什么事吗？是的，我总会引起这方面的好奇。但并不是所有的罗塔纳人都热爱流浪。我已经在卫明市定居很多年了。客人，看你心不在焉的，是有什么烦心事吗？让我猜猜，你在等人。现在正好空闲，
要不要尝试一下咖啡占卜？这是我们罗塔纳人所特有的一种占卜形式，我们相信能从中得到启示。说不定你也能遵循占卜见到等待的人呢。占卜的结果是，你近期会充满偶然。3次偶然造就命定。用这句罗塔纳俚语解释占卜的含义，应该正好合适吧？美女，第一次见面，让我请你喝杯咖啡吧。老规矩。今天是来搭讪女孩子的？这种时候就别拿我打趣了，你知道我今天有预约。我先确认。美女，你是第一次来这儿？是啊，这里人少清静，环境也不错，只不过位置偏僻，很少有人特地过来。恰巧啊。算了，对偶遇的程度，我们还是保留些彼此之间的神秘感比较好。这么说也太无情了，就当作是印证占卜的结果吧。不过，唉，真想和你多待一会儿啊，只是约定的时间快到了。算是吧。你很在意这个吗？我会酌情透露一点儿。我来这是要谈生意，谈成了能大赚一笔。这就不能说了，我呀，得为客户保密。预约取消了。看来不凑巧，生意谈不成了。机遇总是伴随意外前行，这也是我们罗塔纳的俚语。你还缺些耐心啊。那就下次吧，反正时间我有的是。
不过今天倒也不算白来，我们之间的偶然还没有结束，说不定很快会再见。你和刚才那位客人很投缘呢，我的占卜一直很准确。已经记在刚才那位的账上了。好了，这里比较安全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抱歉，我……我刚才以为你是因为我才来这儿的。之前我们不是在咖啡馆偶遇了吗？其实我去那儿是为了和目标接头，没想到会遇见你。虽然我知道这种事概率很小，而且家附近的安保措施也很完善，但我还是担心你会因为露面而被对方盯上。他虽然没有现身，但周围肯定有眼线。是想起什么了吗？哦，那个呀，所谓的结果，只是我和那个罗塔纳人之间的暗号罢了。高兴？你说的对，把那句俚语当做一个好兆头也不错。有句话我还没来得及对你说。我很想你。
是杨哥，估计他那边出了问题，我得去会合了。是啊，对方真的太狡猾了。好啊，我正好也有很多事想和你一起做。杨哥，哟，弟妹也在。哦，恰好遇上了。你呢？出什么事了？交易出问题了。我过去一下。行，那我就先去准备了。有些麻烦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不会很难，和以前一样，配合我演一出戏就好了。我相信你。任务结束后再打开，杨哥会告诉你之后去哪里。这个嘛，当然是我的买家了。为了确保任务顺利，我先大致解释一下现在的情况吧。杨哥已经替我报备过了，不用担心。其实，我这次任务的主要目的是获得一份密钥。这段时间我已经设法得到了一半，而另一半，则是在一个名叫邱成约的人手里。不，我们要把密钥送给邱成约。这人极其狡猾，警惕性和反侦查能力都很强。如果时间充裕，我还有把握从他手上拿到密钥。但是这份密钥存在时限，一旦超过时间限制，就会完全锁死。是啊，所以我们在这个设备中植入了一个程序，只要邱成约使用这一半密钥，这个程序就能自动锁定信息，并将完整密钥传回。我以交易为借口，假意要把密钥卖给邱成约，但直到现在，我也没能完全获得他的信任，他还在怀疑我的目的。没错，上次我通过罗塔纳尔人和他牵上了线。你可千万别觉得是自己扰乱了我的计划啊！那不是我第一次和邱成约联络，也不是他第一次爽约，所以和你的出现并没有关系。而且，我们刚好可以根据这一点来做个局。密钥的实现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公平的，邱成约也不例外。他之所以这么有恃无恐，频频爽约，是因为他认定了我的一半密钥只能卖给他。所以，我们要利用他的疑心，
让他误以为我准备把秘药卖给其他人。只是时间紧迫，我们再找人搭这条线已经来不及了，你是最好的选择。时间差不多了。要是顺利，说不定今天就能结束任务。到时候，我们还能顺便一起逛逛市集呢。走吧。我们的人提前检查过了，这边没有监听装置。正如我们时刻监视他一样，只要我现身，他就一定会关注我的行动。而之前杨哥已经确认过了，他就在这个片区活动，我们只管演好这场交易就行。另一边可不止这个数，总得给我点时间考虑考虑。哼，这个差距不小啊。我们说点别的吧。反正没人听得见我们的谈话内容，我们只需要向外界展示出交易的模样就好。演一演也挺有意思的嘛，还能帮我们进入状态。但趁现在，我也想和你说说话。那家咖啡馆算是游离在灰色地带，我之前出任务也去过几次。虽然之后也会保持正常营业，但算不上什么安全的地方。因为如果我们要一起去那里喝咖啡，我要先排除危险因素。你说的那家甜品店，其实我早就收藏了，本来想找机会顺路带你去吃，没想到你先发现了。还有，你给我买的那件外套，虽然我还没来得及试穿，但我想一定很合适。对了，那个难缠的客户解决了吗？这个案子持续时间还挺长的。这段时间我需要隐藏身份，个人物品都是杨哥帮我保管。今天和他接头的时候，我让他把手机带来了。虽然不能陪在你身边，但看到你的消息，知道你好好生活着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安心。罐头。就像罐头打开时，也还是它封盖时的味道吧。唉，如果早知道你会这么说，我就挑一个更好的时机了。我想在时间充裕的时候，慢慢回应你每一刻的心情。可是现在，是秋成月。
别紧张嘛，接个电话而已。终于想起我了呀，邱老板。我看邱老板也不像是诚心跟我谈，就找了个新老板。你也知道，密钥超过时限就会作废，这么吊着我不太好吧？哼，他的技术团队只需要1半密钥就能破解，是真是假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说到底，我只想要钱。你真的能给到这个数？算了吧，这次我们缺点缘分。不过以后有合作的机会，我会优先联系你的。邱老板，我可是为了你拒绝了新老板，你最好也拿出诚意来。我的耐心也是有限度的。弟妹，夏燕已经去和邱成约接头了，计划进行得很顺利。离开咖啡馆后，往市集东南边走，在第4个路口处右转，有家书店，进去之后有人接应你。弟妹，夏燕那边抽不开身，恐怕没办法赶过来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他人没事。行，你自己也小心些。夏燕，你要去哪儿？马上就要出发了。啊，我……现在也只能这样了。我没办法来陪你了。明明答应你了，我还是……也是啊，但我会尽量补偿的。不，很顺利，倒不如说太顺利了。我们得到了完整的密钥，解开了背后的信息，但内容实在是超出预期，必须立即追查下去。我本来想估计一个大概的归期，不过想到这2次，还是算了。总之，我会尽快回来的。其实，
不能再说了，我得走了。待会儿要不要一起去逛半春市集？今天是最后一天啦。别愣神嘛，要不要去？那好吧，我和其他同事一起去了。啊，放什么了？当然是因为任务结束了。怎么不说话？哦，通讯器对面的信号被干扰了，刚才突然有声尖锐的杂音。别担心，任务已经完全结束了，本来就是我忘记摘通讯器。哎，你怎么？好啊。哦，那个呀，是杨哥，但不是重要的事。夏燕，你小子走之前没还通讯器吧？人家都问到我这儿来了。我先帮你应付过去了，休假后记得还啊。然后就断线了。他就这么说的。因为不快些回来，就赶不上了。是啊，半春市集今天就闭幕了，我可不想再等到明年。也让我好好看看你吧。那就不要露出这种“但是你会不会太累”的表情了。想猜到你在想什么实在是太容易了。不过，对我而言，虽然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，但我们的确因为工作而要面对很多离别。如果这注定是成就完整的自我需要付出的，就让我更加用力地握住我们相聚的时间吧。毕竟我也想早点见到你，你知道吗？那天隔着人群通话的时候，我突然意识到，
我们当然还有漫长的时间，可以在无数瞬间相约以后。但我们都不知道，明年的今天是否能陪伴在彼此身边。所以，在那一刻，我突然感到非常迫切。明明只差一点儿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想止步于此。好。距离我们上一次这样闲逛，已经过去3个月了吧？到这儿了。还在想这个呀？凑出来，听上去像作弊。其实不用再凑一次，我上次就想告诉你了。在我刚回魏明市的时候，我们不也是偶遇吗？也没有什么区别吧。毕竟，现在更重要的是，让我们尽情享受今晚吧。至少今晚，我们不必再分离。下午好呀。今天的工作还顺利吗？再过一会儿应该就下班了吧？你发现了啊？没错，我就在律所楼下。我结束委托后刚好就在附近，干脆过来等你下班。哎，不用着急下来，按你平时的习惯就好了。其实我还挺喜欢等你的，因为我喜欢你出现在我眼前的那个瞬间。你可能自己都没有发现，每次你看到我的时候，都会稍微加快脚步，就好像我们想见面的心情一样急切。啊，原来我每次等你的时候都会发呆吗？我都没意识到。那应该是在想你吧？好了，不开玩笑了。我记得你昨晚说今天没有其他安排，那待会儿跟我一起去个地方怎么样？去看乐队演出。这个乐队在国内挺出名的，曲目也不错，我一直想约你去。只不过之前他们到魏明市巡演的时候，我正好在出任务，就没赶上。结果没想到他们竟然加了一场演出，就在今晚，我已经订好票了。你答应了？我保证，这一定会是一场让人难忘的演出。倒也不算心血来潮，我只是觉得，既然可以弥补分别的日子里错过的事，那我就抓住机会。果然，比起像开罐头一样阅读你的信息，我还是更想在当下就回应你的心情。嗯，猜你现在在想什么？嗯，我猜是快点来到我面前吧。
正好到你下班的时间了。那待会儿见，我等你。